我们失去目标了，被发现了，这。快！快！报告大总，烟雾太大，根本就抓不到人。继续找，一定要找到他们。嘿。 我们又见面了，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，闭嘴，给我上！接起来，你快去，这里交给我，小心。一人机子，咱们的账也该清算了吧？
投降！赶快关闭你所有的通讯设备！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么现在我就让你为我死去的同胞们偿还血债！
站住！站住！来人！来人！快出不去了！来人！来人！门打开了！是。啊！检查衣服。干什么呢？
姐姐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不是说好4点吗？58了，刚刚好。我再也不要和你分开了。好了，没事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老贵的资料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是你啊？不错，是我。你约我来干什么？我来是要告诉你，我们俩的合作已经结束了。我的印钞厂已经被炸掉了，是你的手下干的。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控制不了我的手下，你不听啊。这是你的钱，还给你，把那份材料的原本还我，我们2个就两清了。你还不够清楚吗？你的价值已经没有了。可是我手上的线报，我相信你们大本营的军部应该很感兴趣的。你掌握什么了？你利用奇闻中饱私囊，还有你在东亚银行的存款记录。这就是你的线报。告诉你，那些钱已经转入欧洲银行了。严警，东亚银行的存款记录总不会凭空消失吧？说来，我还要感谢你那些不听话的手下，他们刚刚袭击了东亚银行，所有的东西已经都没有了，就算大本营来调查，也找不到任何的证据呀。魏经理，没有想到吧？我严谨家传的14元流刀法在日本也是无敌的。你的结局只能成为我的刀下亡魂。中国。
魏海清，事到如此，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吗？一样吧。动手吧！你还在等什么？经理，经理，你怎么样？没事。严警，严警！投降吧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没有机会的是你们。帝国做好了最后的准备，圣战马上就要爆发，最后的胜利者必将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。姐姐，严警交给我了，小心。西西，你还和小时候一样那么调皮呀。但不愧是我严谨的女儿，青出于蓝。爸爸为你骄傲。西西，我的乖女儿，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吗？作为特工，是不需要有感情的。可你们中国人太感情用事了，即便你们拥有不属于帝国的优秀人才，却因为无法斩断情丝，最终必会灭亡。
跳上正好经过的火车，赶快发电给司令部，然后你派人到前方搜查。你们分成2队，向铁路迂回。哎！
就是绝路了，刘教授，跟我回去吧。我不回去，这一切都太可怕了。长鬼，轮回。你说什么？畅鬼是什么？轮回是什么意思？不要明知故问了。你们日本人干的这些事情，迟早会反报到你们自己身上。要不我们做个交易吧？只要你把真相告诉我，我有办法保护你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？前无生路，后有追兵，你没得选择。我有选择，与其为虎作伥，我还不如选择光明磊落的死去。刘教授！特使和整个护送队都消失了。是的，阁下。最后一次接到护送车队发来的电报，说已经与郊外的宪兵接应部队会合。八嘎！宪兵队怎么可能派出去？这是我们找到的遗物。必过问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女士们、先生们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大家晚上好！王朝歌舞厅欢迎各位的光临。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我们今晚最靓丽、最性感的露露小姐闪亮登场。你那边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刘松可不像看起来那么文弱，他居然在我眼皮底下炸死逃生。不过我顺水推舟，告诉北野他已经死了。北野相信了？对啊，不过很奇怪，北野非让我找他的尸体。我觉得他的身上一定藏着什么秘密，这要托你帮忙了。照片上的女人就是刘松的妻子。刘松以为诈死可以骗过所有人，但我猜一定去他那儿了。我要知道他的一切。好了，演出要开始了，走吧，走。
露露，李副经理呢？不，李经。露露，我是为了你，更是为了我在上海的这帮老部下们，要不然我能接受这么一个一线的联络专员？名为专员，实是邮差。这些话可不应该从您这个国民党专员的口中说出。你我相识多年了，我不想和你唱高调说假话。坐。对了，露露，有这么一件事，今天早上教育司司长离奇死亡，死因和3日前的上海商会会长一样，而且在他们死之前都收到过一封署名为锄奸队的警告信。现在外界疯传，国府方面在密杀中间派的政要分子，舆论对我们非常不利。这一定是日本人搞的阴谋，想要一石二鸟。一方面争取中间分子投敌，另一方面破坏国府在国际舆论上的声誉。工部局有新发现吗？工部局呢，出于各方面的考虑，现在封锁了2人的真正死因，对外宣称2人死于急性脑膜炎。哎，对了，上次工部局送来的物证，你们的检验结果出来了没有？初步的检查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我们去化验室。好，走。根据我们初步化验，信件上被污染了一种可以通过皮肤传染的病毒，受害者接触信件时会感染病毒，大约12小时左右，病毒进入大脑，造成目标死亡。你知道是什么病毒吗？无法识别，应该是一种全新的病毒，爆发速度快，但潜伏周期却超过1周，间接传播，杀伤威力惊人。应该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新玩意儿。联络处通过与工部局方面的交涉，得到了一个特征：2名死者的脖子上都有一枚铜钱大小的紫色淤伤。看来这个淤伤就是中毒并发的一个特征。哎，我听说你刚刚截获了日本特使携带的文件箱。病毒有关联？很难说，
文件箱经过特殊处理，只有发件人和收件人可以打开。我已经让开锁的专家进行破解，希望箱子里的东西能为我们揭开神秘病毒的面纱。云锦小姐，听说你昨天去了王朝歌舞厅。是的，大总，我去是为了寻找线索。刘松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报告大总，越是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，小道消息就越灵通。刘松自杀后一直没有找到尸体，我们派出的宪兵队找不到的尸体，也许会被其他本地势力无意中发现。你说的不无道理。大总，我想提个问题。你有什么疑问？刘松自杀之前精神混乱，他反复提到伥鬼与轮回，那到底是什么？伥鬼，地狱中最可怕的恶鬼，他需要附身在无辜人的身体上，才能转世轮回。那这和刘松有什么关联？因为伥鬼已经现世，而且就在我们身边。好了，伥鬼轮回的问题我已经告诉你了，下面我需要的是刘松的尸体。大总，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那个人的尸身？确切的说，我需要的是他手上的一个东西。特使车队遭到袭击，我怀疑是 CPA 所为。那个箱子的钥匙就在刘松身上。我限你24小时之内找到刘松的尸身，否则军法处置。报告副理，这个密码锁看似简单，必须使用一种特定的钥匙才能打开，其他途径都已经试过，但都失败了。要是强行打开呢，有什么后果？很难预料，很可能会启动箱子的自毁装置。有没有更稳妥的方法？我们可以试用一下液体进行腐蚀，但能否顺利打开，还很难预料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剑山，通知侦探组带防爆锁来查报。是。你是 CPA 最优秀的拆弹专家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没有办法，除非找到停止起爆器的钥匙。起爆计时器有24小时，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到这把钥匙。我从日本特使那儿截获了一个箱子，可是，在打开的过程中，不小心碰到了启动装置。我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，必须找到钥匙，关闭计时器。那个箱子是不是有个很特殊的锁？而且钥匙孔正好可以容纳一根手指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们姐妹真是同病相怜。北野那个家伙限定我24小时之内必须找到刘松的尸体，不然就军法处置我。因为那个刘松的手上拥有一把能够开启特使箱子的钥匙，而那把钥匙想必就是姐姐需要的那把。有可能。刘松不是没有死吗？这样看来，如今只要找到刘松，一切就迎刃而解了。你上次给我的照片，我已经查到了线索。这样，你负责寻找刘松，得到钥匙后直接去王朝阻止爆炸。
我根据纸条线索去查个究竟。好。你是日本人？我和你一样是爱国者，抗日的爱国者。哎，你不是要寄信吗？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我是工部局的探员，我怀疑你跟最近离奇的政要命案有关。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，不然我抓你回去，有的是办法让你交代。别，探长，我是好人呐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过呀。信是哪儿的？为什么2名政要死之前都收到你的信？探长，我们邮局有规定，不能接受半路上投递的信件。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你脖子上的伤是哪来的？我不知道。这么说你是 CPA 的人？没错。你走投无路诈死的事，我不会揭穿你。怎么说，你也要领我这个人情吧？你说吧，想我怎么样？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。你身上是不是有把钥匙？还有，昌轨是什么？你居然知道钥匙的事情，看来你知道的真不少啊。你身上真有钥匙？不光是我，很多人都有。所有被抓去沦为日本人工作的人，都有一把钥匙。有很多跟你一样的人。那你们被迫在哪儿工作？日本人逼迫你们做什么？就在日本人秘密生化实验室。日本人逼迫我们研究生化病毒，制造生化武器。什么？我手上的指环就是一种特殊锁的钥匙，使用时必须将手指插入孔洞中，钥匙的密码与锁上的丝丝入口，就能打开这把锁。
到底是怎么弄的？你想知道？我带你去见一个人，他一定可以告诉你。谁？就是让我送信的那个人。他让我把信送给政府的大官，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。你刚才不是说不知道吗？因为我知道，那些大人物的死肯定和那些信有关。好，我跟你去。不过你最好老实点。是。只要适当防护，就完全可以杜绝感染。我真的不能说呀！你为了自己能活命，已经害了很多人是吧？我真是，我真是被逼的呀！我也没办法。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送信人，对吧？你就是病毒的源头，是你在送信的时候将病毒传染给了那些政要人物，而指使你这么做的人，就在前面的仓库里面，对吧？我不想死啊！我不想死啊！我不想死啊！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打不开呢？看来我手上的指环，并非这个箱子的钥匙。不可能，
北野亲口说，只有你手上的钥匙可以打开箱子。啊，还有不到5个小时。赶快派人出去清场，这个箱子绝对不能在这里爆炸。我们把箱子移出去。可是副理说过，这个箱子里面很可能有日本人的核心机密，如此重要的情报就这么毁于一旦。公司的机密安全高于一切，有什么事我扛着。快！等等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既然箱子可以移动，那么不妨去找北野。北野肯定知道这个钥匙的价值。找北野？对，北野知道这个箱子的自毁装置。只要北野打开箱子，我相信一定有办法看到箱子里到底是什么文件。可是，不能再迟了。别忘了，你我都是中国人。柳松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手上的这个指环，是日本人用特殊手法固定在我手上的，取下来一定很麻烦。既然北野以为我死了，你拿这个去交差，一定不会怀疑。燕景小姐，刘松的尸体是在哪里找到的？郊外荒山。他的尸体呢？都被野狗咬得不成样子了。为什么尸体被野狗啃了，而这根手指却完好无损？而且指根的断面似乎是被利刃切割的。是的，大总，我们找到了一条完整的手臂，军医正在检查，而这根手指。这个难道是特使的箱子？当然。可为什么他们给送回来？看来今天真是一个好日子。岩井小姐帮我找回了钥匙，而这个箱子又被敌人自己送了回来，失而复得。这是不是太巧合了？这不是巧合，是天意，是上天对帝国的眷顾。岩井小姐说的对。看来敌人的心智并不坚定，还剩这么多时间，居然就放弃了。难怪他们不是帝国军队的对手。是的，大总。岩井小姐，你想知道箱子里面是什么？
看吧，你有权利知道一切。帝国圣战全面展开，而这份指令标志着另一个战场的全面展开。可是生化战是日内瓦条约所不允许的。那是西方列强弄出来自欺欺人的东西。他们自己一方面研发制造、使用这种特殊的武器，一方面又害怕别国用来对付他们，所以这份指令是由大本营签发，允许我们秘密研发这一领域的武器，一切为了天皇的圣战。挣扎了。注射了这种毒剂后，你只要把病痛传染给另外一个健康的人，你就解脱了。你把他弄晕，他的眼神我看起来很不舒服。你不是说去总公司了吗？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早就回来了，我只不过想看看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挑大梁，独当一面。考察的结果怎么样？是不是对我的表现很不满意？只能说还凑合，不过关键的时候还是要靠我的。你少臭美！去收拾东西，你放火。哎，到底谁是精灵？